是公平，公平，就是在中美贸易战之下，美国对中国非常不公平。中国好不容易争了一口气，结果呢，你怎么这时候讲这种话，附和美国人的观点，尤其是打中国打得最凶的民主党。不跪下就是让你死。川普最近干的事情很猛，第一个取消哈佛大学的招收外国学生资格，还要取消他的补助。哈佛的主要的经脉在这边，对哈佛来讲，这个压力是很大。哈佛没有跟川普妥协的空间嘛？不知道大家要愤怒什么？基本上就是把他骂的几乎快体无完肤了吧？就是一直在讲说他是白左啊。你要想到他讲这一大篇的目标客群讲给美国人听的，本来就不是讲给你们听的。自诩自己是普通家庭的女孩。通过努力去打破这个世界种族阶级的一些隔阂，但是问题是她的家庭条件非常好，她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女孩子。那怕不是得了什么大病？大家对于哈佛的想象，那里的学生经过江湖历练的侠之大者，结果呢，杨雨荣的演讲这啥破玩意儿啊，十分的没有内涵。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跟大家讲一下杨雨荣的事情。 If a little boy dies in a war that he didn't start and never understood, part of me dies with him. But today, that promise of a connected world is giving way to division, fear, and conflict. We're starting to believe are not just wrong. We mistakenly see them as evil.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My program at Harvard i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was built on this exact beautiful vision. 说真的，就是一个迷惑行为。我不知道骂他的人的愤怒点在哪里。你要想到他讲这一大篇的目标客群讲给美国人听的，本来就不是讲给你们听的。不知道大家要愤怒什么？基本上就是把他骂的几乎快体无完肤了吧？就是一直在讲说他是白左啊。沈毅对他的批评，我只同意他最后一个观点了。大陆应该在找个地方，然后直接建一个哈佛分校，在那边只要说对川普不染的全部。以现在国内对他反弹的这种情绪，我觉得他应该最好的出路是在当地找一个美国人嫁了，然后开始去从政。因为说实在的，华人在美国的 DOE 啊、平等啊等等这些，事实上是套不到亚裔身上的。我所讲的亚裔，主要是指中日韩。回应川普针对哈佛大学一系列的攻击嘛，不跪下就是让你死。川普最近干的事情很猛，第一个取消哈佛大学的招收外国学生资格，还要取消他的补助。哈佛可以不跟联邦政府拿钱，但他肯定得收外国学生。哈佛的主要的经脉在这边，对哈佛来讲，这个压力是很大。哈佛没有跟川普妥协的空间嘛。川普作为马卡派的领袖，大家知道马卡派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新民粹了。我结合新媒体时代的这种民粹可以建构很强大的网络，然后很强大的无比自信。其实他们最不能容忍主流的媒体都是批评川普的声音。他们固然可以透过新媒体巩固自己的世界，但他们想要再更进步的话，就必须对这些人进行打击。而像哈佛等常春藤名校，基本上都是进步派的阵地，而这个进步派当然就是跟民主党做结合。首先，我对蒋雨荣不是特别的了解，前两天有看他的抖音，但是我看了之后，个人觉得国内对于蒋雨荣的质疑和批评呢，他是以一种自诩自己是普通家庭的女孩，通过努力去打破这个世界种族啊或者阶级的一些隔阂。但是问题是，国内的网友认为她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女孩子，因为她的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从小的求学经历都是花很多很多钱的，所以说就很质疑她说的那些话。最大的核心疑惑就是说，怎么被怼得那么惨？刚才大家说了两个角度啊，一个就是关于 NGO 或者是 DEI 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家庭的背景和他的学历他自己包装不匹配的问题。首先我先说第一件事 DEI 的问题。这一年呢，随着美国的大选还有川普呢整治整个 USAID 的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多元平等包容这个 DEI 的概念，它实际上只是包装成了一种情绪价值。它进步与不进步它不重要，但是让人产生我很进步的感觉很重要。由于呢它不需要人的思考，以此呢构造一个信息茧房。你说一个人如果不懂环保，在这跟我大肆谈，我觉得怕不是得了什么大病。但是你如果从情绪价值这个角度来理解，一切就说得通了。不是要环保，他要的是我比别人更环保这样一个情绪价值。所以蒋雨荣这件事儿引起中国的舆论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沈毅会把这个事儿说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也希望蒋雨荣留在非洲服务，用自己的实际能力和
行动建设好，把自己嘴里的那套话术 We will b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end hunger and poverty for humankind. 变成现实。它会引起大陆这么大的一个讨论。他讲那一套假大空在现在大陆是非常厌恶的。尤其过去几年，对于中国大陆攻的最凶的，其实不是共和党，是民主党。那这一套价值当然是属于民主党的那一套白左价值。那你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去认同美国人的白左价值，而这个白左价值是对于中国敌意比较深的。大家对于哈佛的想象，那里的学生经过江湖历练的侠之大者，结果呢，看到蒋宇荣的演讲，这啥破玩意儿啊，十分的没有内涵。但是蒋宇荣却被包装成了一个哈佛毕业生代表出来发言，就打破了大家对哈佛原来的想象。后来我觉得我的不适感来自于，我觉得他在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却想表现出当事人的情感，这件事才是让我觉得他真正尬的地方。哈佛这么顶级的学府，然后你竟然用一个第三者的身份讲第二者的感受，然后获得了满场的掌声，这才是这整个里面尬点最恐怖的地方。它发生在哈佛，全世界第一学府，美国竞争压力非常强大的时候，更需要有一些人出来代表一种很质朴的精神。我觉得蒋宇荣这个事情，它有它的一个独特性，所以它才会烧起来。但台湾人大概就黑人问号这样子啊。cliché， 他之后在微博也发了一个声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不停的被人骂。看他那个声明之后，我觉得本科是学政治来的，你整篇也就是卖惨，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内地教育不平等的地方，既得利益者明显不知道，整体是跟我说我好惨哦，我的童年经历很惨哦。其实我觉得他的声明没有坏到这种程度。经济现在在下行状态，因为全世界都不好，那当然大陆肯定是现在也是不好，而且房地产的这个泡泡也还没挤完，所以大家心情都不好。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家庭已经很不错了，大家也知道你吃了很多的苦，他也证明了他不是凭空得来，他想证明这件事，他确实把自己逼到极限。可是公众有时候情绪是非理性的，就不爽你的家庭比较好了，那你还要上来卖惨，你家庭那么好，你卖个屁惨啊！大家觉得不公平吧？总有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恶心感。你是辛苦，但你不惨，就是那感受是这样。就是说，但他已经很不错，他至少还进得了哈佛那边，因为哈佛真的非常贵啊。在这个声明里面，为什么大家会不舒服呢？因为第一个，你其实家境不错了；第二个呢，你在语气的有一种我已经努力了那么多，你凭什么指责我？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他的家庭自己或者父母常年缺，但是至少父母还是让他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嘛。然后再来，能够读哈佛，就再笨也比一般人聪明。他很渴求整个的自我理解，因为这是他唯一拿得出趁手的东西，所以他非常骄傲他这一块，所以他不容许他这份骄傲被玷污。一旦被玷污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他也讲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些美好的东西更像是附着在他的用力抬头挺胸活个像个人的过程当中所附带的东西。你又不知道我的苦，你凭什么这样讲我？但是你也不知道别人的苦，你凭什么要别人理解你啊？神经病！最后他服了一个叫做虽千万人无望，那你都竟然选择虽千万人无望，那抱歉，千万人就很多嘛。我老实讲啊，去喷他没什么道理啦。我对于喷他的网友我是不认同的，你要干我也可以，没差，我就觉得不认同。但是蒋宇荣今天他发的这个声明，其实是把本来喷他喷得太过火的人，那一些没理的人，给了他们一个更好喷他的理由，反向的你开了一道口子给人家。其实如果要他讲这个声明的，确实我是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可能比大家都还好一点，但我也真的很努力。读书这件事是我最大的骄傲，所以当他被污蔑的时候，我也很难受。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你一生的努力被污蔑的时候都很难受，希望大家不要再对我有所误解。也许你会觉得我还是太幸运，但人出生本来就不见得是公平的，但我期许这世界变得更公平，我未来也会为这个方向努力。你讲这个就人话了。卖惨的基本因素不是说自己有多惨啊，而是告诉人家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讲公平真的很重要啊！你看哦，《让子弹飞》里面，我来儿臣只办3件事：公平，公平，你他妈的公平！就是在中美贸易战之下，美国对中国非常不公平，中国好不容易争了一口气，结果呢，你怎么这个时候讲这种话，附和美国人的观点？尤其是打中国打得最凶的民主党，你有一点本末倒置的，哇哈！结果是招致他的强烈反弹，但人家觉得说你凭什么？你已经够幸运了，你们叫什么叫？你有看到比你惨的吗？这样整个社会氛围现在不好嘛？那你还要卖惨？你只是 delay 1年进哈佛，很多人是怎样，一个月只拿3000元工资，然后苦得要死了。我知道你已经下来了，可是干你妈，你站的还是比人家高很多。其实那些网民骂他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内地他们的拿它来发泄他们对于教育制度的不满。我要求很高啊，自尊心很强啊，他会去无限的去驱使自己不断往前进啊。尤其在现在这种中美大博弈的对抗背景之下，你又讲出了西方白左那一套的，那因为西方白左理论有很常年在恶心中国。当然有人说啊，历史哥乱扯，这跟中美博弈什么关系？就是有关系，好，像我们在讲说台湾的选举跟第一岛链有什么关系？我们大使馆不就教你了吗？历史是丝丝入扣的 ，OK？ 你看历史的节目还在那边限说自己的视野，那你看这节目不要看，关掉、删掉、检举我，拜托。那如果你今天呢在那边呼唤，直指美国呢对中国的暴行，今天蒋伟荣爆红回国，大家是把他捧上天。